这次的太想到处玩，要来抢先开箱。这高雄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清水公园，而这清水公园居然是连搭轻轨也能到。地点就在轻轨高雄展览站而已，附近还有捷运3多站可以搭乘，在大众运输的选择上是非常的方便跟多样化。附近的停车场也是不少，也不用烦恼停车的问题。能在市区里找到那么大一块的清水公园，真的是很难得。这边也是要先感谢市府的大改造工程。这次来的星光码头，原先为高雄港第22号码头，位于高雄市前镇区新公路及成功路底。早初为船舶码头，后因应政府政策，逐渐改为观光型码头。后来便打造出星光水岸公园，起初为单纯的景观公园而已，后续开始增加清水设施。随着旅运中心的开幕，这边更是添了几分色彩。我在2023年曾拍一部当时星光水岸公园的清水设施，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在频道内参考看看。原本以为这公园可能就维持现况而已，想不到今年市府居然大刀阔斧，将这里全面大改造，一口气打造出多达8000坪的清水公园。这在许久没有水上乐园的高雄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惊喜。而且改造的不只是清水设施而已，连淋浴间、化妆室，甚至是遮阳空间都随之升级，打造出一个更加亲子化的休闲空间。而且这些通通都是免费入园，不需另外缴费。也难怪今天一重新开幕式营运，马上就涌进大批人潮。厕所的部分也有重新打造，整体空间是还不错，跟之前的设施有明显的改善许多。再来就是这个遮阳空间，以往是另外大棚子，想不到这次结合滑水道打造出新的遮阳处。这在以往都要躲树下遮阳的父母，有了新的空间躲太阳，真的是可喜可贺。那老样子，为了戏水的安全与品质，这部分都是要脱鞋后才能下水游玩，所以地上就是满满的鞋。那入水后，最常听到的就是这一句广播，是真的会滑，要特别注意安全。请小朋友不要在水池中奔跑。那就开始今天的清水体验吧。我是今天第一批到现场的游客，这边要特别注意，由于有搭配海洋派对的活动，所以这里10点前是没有开放进入，连喷水器材都是待开放的。这边日后可能要看市府这边的相关开放时间，不过这边以前就是从4月开放到10月底，因此这次活动结束后，也有可能会随季节先关闭使用，所以赶快来体验吧。那这里就先来体验看看这滑水道的设施。不得不说，这次市府真的是出动很多人来支援活动，这边还是要先给市府鼓掌一下。滑水道的审核很落实，身高不够的小朋友都是被请回，也不能父母抱着一起滑。在滑水道的楼梯地面也不是单纯的柏油材质，而是类似能散热的通风海绵垫，不会因为光着脚丫就被烫得脚底起水泡。这部分做得还不错，算是有考虑到高雄的太阳威力。这边也是公园的最高点，可以一览无遗整个公园全貌。由于今天小朋友有事，所以就自己过来拍摄，全身大包小包的，也只能看别人玩过够干瘾。整个滑水道共有3个水道，高度跟坡道都还好，不是那种会令人惊吓的斜度。目前上下2处都有专门的管理员协助，所以整个动线是非常的流畅无碍。水深的部分由10公分到45公分不等，虽然是不高，但多少还要注意安全跟小朋友的奔跑。很可惜，今天这种美景点没有开放使用，希望这2天能尽快处理吧。那由于是被定位成清水公园，自然设施都是静态为主，像这处水花森林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另外，新添的水流换境则以倒水机的方式，以最早的水星之域向外延伸出来，形成这8000坪的清水空间。搭配起85大楼的背景，或许真的能成为新的地标。以地图来看的话，多少还有保留几处的空间，
或许在日后也能再添加新的清水设施也说不定，多少还是令人有期待感。在高雄1年有9个月的炎热天气下，说真的，不管是小孩玩得疯，大人玩也是真的开心。尤其是这样的亲子同乐空间，不管是下至1岁的小朋友，甚至是连70、80岁的爷爷辈们也能玩得尽兴。对我来讲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公共空间。现场都有提供沙滩椅让民众休息，但我问了一些工作人员，这些是活动中才有的吗？还是活动完就会撤走？但也没问出个所以然就是了。那最后就是要回到这场地的主轴——水星之域了。这里就没做太大的整改，跟我上一部的设施差不多，所以这边就简单带过吧。趁这个时间点，也讲讲这次活动的一些优缺点。场地优点的部分，影片前面大部分都提到了，这边就不多加赘述。缺点的部分就值得好好的来讲一下了。由于场地一下子变得太过宽广，以往一个保全或许就可以环顾全场，而现在这样，我看当天至少超过30位的保全在管理安全。以这样的人力物力来讲，是一个很大的负担，可能也要拨出相当不少的经费来维持。再来，场地是真的滑，连我都滑倒过一次。今天是铺了很多地毯在水里止滑，但还是有点杯水车薪，二来也影响到整个设施的美感，真的是非常两难吧。要安全也要美观的情况下，早在这公园一开放时，为了止滑，地面就做得比较粗糙，结果造成许多小朋友擦伤的情况，所以后来有停止开放一阵子来改善这个问题。结果现在是地平了，但也滑了，如果加上青苔的滋生，那可真的是太狡猾了吧。也希望市府在这方面要再多下一点功夫，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安全性上的问题。那这次的海洋派对活动气垫水乐园在另一侧举办，这部分是采取线上报名跟现场排队为主，为了避免人潮过于拥挤，所以有人数跟时段限制。虽然活动是12点才开始，但10点就已经排了一堆人了。果然是免费的最贵，排2个小时玩50分钟。不过看到小朋友的笑颜就值得了吧。那整个海洋派对也不只有这几种活动而已。不过碍于这次是抢先玩的节奏，所以体验过清水设施后，就要优先把这部分的资讯先剪成影片，跟各位观众分享。如果喜欢这类型的影片，也别忘了按赞跟订阅支持一下。那原先就是码头的星光码头，自然也少不了这个有港的活动，价格也还算适中，只是班次有点少就是了，选择性不算多。由于船班最早是下午2点40分才有，所以这次也无缘搭乘了。看这2天还会不会再来逛一次，把这个有港的影片给补齐一下。不过这邮轮是不是需要再翻新一下啊？比起旁边私人码头的邮轮，着实逊色了点。并不是说要装潢的多漂亮，只是外观上是否能添加一点高雄在地景点的彩绘之类，也不用什么知名的 IP 跟卡通人物，能有一个高雄的在地美学也很好。靠近港边还有市集摊位跟用餐桌椅，能一边喝下午茶吃个点心，享受一下港边美景也不错。可惜今天旅运中心没大型邮轮靠岸，要不然这样岸边的景色更能多加几分色彩。不过这个岸边是否因为法规限制问题，要不然用灯光点缀一下，而不是这种水泥景色，应该会更好吧。那最后就是期间限定的市集摊贩了。现在好像走到哪里都有这种市集摊贩一起来参与，不过看起来这里是没有内用座位的，但旁边已经有民众铺好野餐垫，准备野餐了，看来能加个菜了吧。如果是不想玩水的民众，也可以来这里看个夜景，吃个点心，来度过这3天的连续假期。来一个高雄的轻旅行，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行程。这边总结一下，虽然现在是试营运，但相关的缺点还是显而易见，也是希望这个得来不易的清水公园能越来越好，不仅是高雄市民的好去处，更能成为高雄的必玩景点，将整个高雄的休闲空间做一个指标性的提升。好了，那本集的影片也要告一段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别忘了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